我想，全球航空公司所使用的盘与柜，基本上都是航空铝合金的材质。那因为这些在经过装载跟长时间旅行之后，基本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磨损跟损坏。那所以呢，就长荣航空的历史记录来分析，我们一年大概都有1200个以上单元的盘货柜必须要做汰除。那以往呢，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源或是技术可以处理这些汰除的盘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卖给回收商，然后基本上都是做破坏熔铸以后才产生新的铝锭，然后再重新投入产业。那不过呢，我们在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就是我们的盘柜管理队，他们在评估其实这些盘柜理论上有一些状况，可能还有再利用的价值，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些想法，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对环保有帮助的方法，能够是不是可能性再创它的一个新的用途。现在在整个设计界，环境议题是一个最大的议题。那怎么样减少环境的负担？怎么样让资源再利用？这个是各个专业领域都同时在思考跟面对的议题。所以我们就会想，这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学生的竞图、学生发想，让各种可能性可以整个拉开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对我们的老师来讲也在学习，对学生来讲更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因为航空盘柜的一个作为设计元素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想法啦。那不要说台湾，就放全世界，基本上大概全世界那么多的航空公司，大概也没有人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能够更具体，能够让这些盘柜能够获得实际的运用。然后让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可以透过绿循环再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圈。那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鼓励学生能够以实际能够做后续的真正的运用这个一个方向，能够作为他们设计的主轴。我们知道，就是世界越来越扁平化，那我们跟国际的相连也是越来越接近。我们这是从设计的角度去看，去开发一个永续，还有开发一个环保的一个产品的概念。那觉得这对学生新一代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想法非常的天马行空。而且跟生活上做了很多的结合，比如说他们跟宠物啦、跟环境，然后甚至跟友善的土地的部分做了相当的结合，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生活因为一些趋势的影响，可能新的需求、新的痛点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如果能够再去探讨这些未来的痛点需求的时候，有可能设计的应用物品的形态或者功能就会再更有突破性。我觉得很多学生很关心这些就是社会上的议题，比如说就是无家的人啊，或是什么海洋生物啊，或是什么鸟类啊，就深入的去研究、去钻研，然后用货柜来提出这方面的想法，我觉得很特别。只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地球有限的资源来做后续的设计。我想这也是一个成为设计师必须要了解跟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蛮希望学生有机会能够在这一块从学校过程一直到业界来落实这样对环境的关照。
所以他们未来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在这个资源少的情况下，慢慢把原有现况大环境给予的资源，可以再严谨的去利用，他所在意的每个点就会产生行为，行为之后就会创造一个不同世代对于这个议题的在意，而衍生出的一个再造的一个设计的行为。因为我们要从一个永续发展 ESG 的角度去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连接到某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要有办法去跟那个+1的这件事情做连接。那我想他的思考的广泛，或者是那个有趣的程度，也才会更加的有深度。可以再多一些社会关怀，比如说现在的天灾，或者是一些因应气候所产生的，包括地震、包括洪水，或者是一些这种避难设备，事实上可以多琢磨。那不再只是说只是一个树屋，或者是一些这种草地上面的露营，我觉得同质性还是过高，这一点是我觉得可以再精进的地方。那如果是今天因为货柜本身的造型，或者是它的材质或它的轻重的关系，而产生一个新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似乎比较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它利用货柜的轻，它是铝的材质很轻，所以它在它的水上可以漂浮，去产生一些新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会给高分的部分。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大胆的去挑战，挑战什么？挑战这个材质，挑战这个空间，挑战原本飞机的装这些货柜的形式，挑战长荣是不是一开始需要做这个东西，用这样的货柜的方式，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把环保的议题想到里面。我建议 be more crazy, be more creative, be more curious about the world。我真的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把我们台湾的这些设计理念，还有环保价值，能够推向全世界。其实我是很希望说，我们把这几次的活动办好之后，能够把这些观念能够拓展给全世界，不管是航空公司或学校，或是甚至政府，都能够知道。这是一块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想法跟领域，那能够希望真正在这个整个航空业的一个货盘柜的一个再利用，能够起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跟未来。长荣航空这个是我们每次离家或是回家所搭载很重要的一个运具。那目前看见的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们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副院长2位来，然后 UPenn 的院长来，回去之后还会问说现在这个进度到哪里？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看来看去，他们在国际上到处跑都是海运货柜，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一样非常新，所以他们有所期待。那我就说这件事情其实学生净土，我认为只是一个热身它是一个前导性的事情。一定是要让这1200个至少一定比例的货柜，它能够循环设计，进入循环经济的模式，成为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城市里面，真正进入环境里面去，人家会赫然发现说，这一个东西原来是长荣的厨艺货柜，变成了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真正它变了一个容貌，再被利用，然后减少它本身原本应该要被溶解对环境的冲击，我觉得这整个的价值就会凸显。终极的诉求，对环境的关怀对于循环设计跟循环经济的一个期许，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来日方长，一起努力。也请大家拭目以待，长荣绝对让大家放心。